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本期继续给大家解说1979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人的面貌》。自古以来，重庆因位于两江交汇之处，所以水路十分发达。向内它可以顺着嘉陵江到达四川各地，向外可以顺着长江而下，前往湖北、江苏和上海。清朝年间，重庆开埠后，从一座川江小城一跃成为了西南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一度被人们誉为小上海。到了七八十年代，重庆的空运和陆运还不是那么发达，所以水路人肩负着主要的运输任务。在熙熙攘攘的码头旁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陡峭的梯坎上则坐着很多歇脚喝水的旅客，不时还穿插着几个帮人挑行李的棒棒。东方红33号是一艘开往武汉的客轮，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的客货班轮都要以东方红来命名，后面的编号则代表了不同的航运分局，比如1开头是重庆分局，2开头是武汉分局，3开头是芜湖分局，4开头则是上海分局。客轮一共分为5种不同的舱位，一般人都选择性价比较高的4等舱和5等舱，还有种位于甲板下方的散席票，价格虽十分便宜，但环境很差，就连睡觉都是自己打地铺。按照当时的收入，从重庆到武汉，5等舱大概相当于普通工人2个星期的工资，头等舱则相当于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所以一般人没重要事情是不会出远门的。像这艘客轮上的大多乘客都是公务出行，可以报销费用。他们有的是水利工程的工作人员，有的是去武汉比赛的文工团。在漫长的旅途中，大家靠打牌聊天、唱歌吹箫来解闷。餐厅位于客轮的尾部，所有菜都是现切现炒，口味以麻辣鲜香为主。在客轮上吃饭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粮票，一切饭菜都是无限量供应。不过在那个清贫朴素的年代，下馆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吃罢又舍不得钱，不吃的话又感觉失去了一次占国家便宜的机会，所以短途旅客一般就点个最便宜的素餐，或者忍着回家再吃。东方红33号在行驶途中先后经停了万县和云阳。万县作为入川的门户，历来都是万商云集之地，一度被称为小重庆。到了70年代，万县仍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沿岸的船夫们驾驶着传统的木质帆船你来我往，终日在江上来回摆渡运送货物，而码头上的工人们扛着沉重的货物在跳板上来回奔走。但一旁的机械运输车预示着他们终将被时代淘汰。到90年代，随着三峡水利工程的开工，江水逐渐淹没了万县老城，也淹没了无数人的时光记忆。船过云阳又至三峡，由于这一段江流湍急，航道也比较狭窄，所以常常发生翻船的事故。不少人还没看清咆哮的激流，便葬身在了鱼腹中。而江轮每当驶过海事地点，都要鸣笛3声以示吊唁。如今东方红客轮均配备了深水探测仪，可以检测到50米以内的暗礁。航运分局还在几处险要的地方配备了指挥台，每次只允许1艘船通过，这大大提高了三峡航道的安全性。当时从重庆到武汉的水路全程是1400多公里，需要3天2夜才能到达，而返程因为是逆流而上，所以要耗时5天。对出身在川江两岸的人来说，东方红客轮曾承载了无数的记忆和情感。而今沧海桑田，涛声依旧，你拿着旧船票傻傻地站在渡口，却再也等不到那艘回家的客轮。
Battles occurred her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he citizens of Valenciennes. Hundreds were killed, and much of the ancient port was flattened. But sometimes they fought back, putting soldiers dressed as passengers on board the trading steamers and capturing them. 41, the day after Pearl Harbor, the last American gunboat of the Yangtze Patrol left the river. Few signs remain of the years of foreign domination. 上海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站，曾经这里只是一座荒凉的滨海小镇，老百姓基本靠打鱼为生。像上海的简称就是来自于古时一种叫沪的捕鱼工具。而从清朝开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上海的很多地方被划为了外国列强的租界，这也在无形中挖掘出了上海的经济潜能，使其迅速发展为了一个国际大都市。在苏联于4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的重生》中，可以看到民国时的上海是电车穿梭、高楼林立，非常发达。可这些繁华却和穷人无关，在豪宅前是寒风中乞讨的孤儿寡母，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是一个个骨瘦如柴的车夫拉着红光满面的绅士淑女，而居住在贫民窟里的老百姓只能搭一个简陋的草棚作为栖身之所，孩子则带着弟弟妹妹靠捡废品为生。这里没有电，没有下水道，到处都是垃圾和粪便，常年臭气冲天，一旦有了瘟疫，都是一排一排的死。而这些平民不但活着的时候没有个安身之所，哪怕死了也是直接丢在江河里，可谓是漏死漏埋，接死接埋，倒在阴沟里就是棺材。1949年解放后，国家先后在贫民窟和郊区修建了350个住宅小区，还配备了相应的生活设施。而每个家庭能以极低的价格租到一间2室的房子，这个极低是低到1个月只要几块钱。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房租不能超过收入的5%。由于房租便宜，也没有什么通货膨胀，医疗也是免费的，所以老百姓手里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像孙家是一个传统的大家庭，3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孙永发是一名机床厂的工人，每天从早上6点半工作到下午2点半。他的妻子则是一名儿科医生。如今孙永发的父母已经退休，每个月可以拿到原工资70%的养老金。全家60%的收入用在食物、衣服和房租上，剩余的则存起来用于娱乐和额外的消费。目前全家人正考虑去北京旅游，或者换一台彩色电视机。因为家里没有冰箱，所以孙母每天早上都到国营市场购买新鲜的瓜果蛋肉。像鱼类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可以买3公斤，而蔬菜则是全年不限量供应，这在全国是属于特殊待遇。在60到70年代，能拥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这4大件的，已经算是小康家庭了。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到70年代末已经升级为3转1响带咔嚓。所谓咔嚓就是照相机，不过昂贵的价格却使很多人望而却步。像我家是到90年代才拥有了一台柯达的傻瓜相机，在云南也叫憨包相机。最后让我们随着镜头来到西安，这个杂技团共有120个人，其中80个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演员。平时只要不出差，他们便在室内进行训练或者排演节目。传言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要培养一名普通的杂技演员，最少需要5-6年的时间。像这名年仅9岁的小女孩正在练习单手倒立，待把这基本功练扎实后，她才能去学习初级的专业动作。踢劲，一定用犟着，胳膊打平啊，压紧腿里一点，打平一点，1、2、3、4，踢。顶坛是我国最古老的杂技节目之一，看起来不算难，可实际上却非常考验艺人对平衡的掌握。要知道这个坛子重达10几斤，一般人别说顶在头上你来我往，就一直拎着都是件挺费劲的事。在中国古代，杂耍艺人和娼妓乞丐一样，属于下九流，社会地位非常低，同时要面临着班主的毒打辱骂和生命危险。像表演高空叠椅这类节目时，稍有不慎便会摔死。而现在杂技艺人享受着全职工人的待遇，安全上有很多的保障。
每年除了冬天外，杂技团会到工厂、军队、农村等地方进行表演。由有国家补贴，农村票价仅为城里的一半。在这次短途演出中，杂技团受到了全体村民的夹道欢迎，场面很是隆重。因为对村民来说，杂技团很可能几年才会来上一次，所以家家户户倾巢而出，热闹的就像是在过年。The commune peasants pay to see the performance. In the city, admission. China is caught up in the urgency to accelerate